耗资15亿将黄河引入沙漠，究竟是浪费还是壮举？黄河在自己河道的时候，不是地上悬河，就是嶙峋。一到内蒙沙漠，直接把我国第7大沙漠变成绿洲了。这里是知识天梯。内蒙古是我国的草原之乡，在人们印象中，这个地方草原连片，牛羊成群，是个风景美丽、生态环境良好的省区。但实际上，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，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想象中绿色的大草原，而是干旱的沙漠。据统计，内蒙古境内的沙漠面积高达15万平方公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内蒙古的沙漠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扩张，迅速侵蚀其周围的土地和村落，这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沙漠治理成为了当务之急。库布齐沙漠被列为我国第7大沙漠，它坐落在黄河南岸的几字弯曲的河套平原上。这片沙漠地带的水资源非常稀缺，基本上没有河流、湖泊或其他水源，因此很难为附近的居民和野生动物提供充足的水源。与此同时，该区域周边的自然生态系统，如草原、森林和湖泊，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变化和退化问题。在治理的早期阶段，主要的方法是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，但观察到这种方法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几乎没有太大影响。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但实际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。后续经过对当地环境的仔细调研和考察，发现内蒙古西部靠近黄河的子子湾，当黄河嶙峋水位较高时，可以将黄河水引进库布齐沙漠的低洼地带，在沙漠内部形成若干个面积不一的湖泊，既能够减轻黄河防嶙峋的压力，也能够较为合理的治理沙漠。于是，在充分的论证下，引黄入沙工程于2013年受正式批准实施。本项目为引进黄河水至库布齐沙漠腹地，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用水状况的同时，开发现代农牧业、恢复沙漠植被、治理沙漠化等重点工程。中国又创造奇迹，引黄入沙成功打了谁的脸？为了缓解库布齐沙漠的水资源短缺问题，同时也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状况，引黄入沙工程于2013年受正式批准实施。经过近10年的努力，引黄入沙工程修建了许多引水设施和30多公里的引水渠道，共耗资约15亿元，成功引水2.45亿吨，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得到日益凸显。该工程的重点治理区域库布齐沙漠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通过引黄入沙，黄河水和沙漠水相遇，形成了水面和湿地，让荒滩逐渐变成了绿洲。从15年至今，库布齐沙漠累计引水 4.9 亿立方米，创造了近100平方公里的水域，植被覆盖率提升至 35%， 实现了绿水青山的美丽转变。其次，引黄入沙工程还极大减轻了黄河的防汛压力。冬季时节，内蒙古段的河道水位会猛然抬升，嶙峋带来的危险会严重威胁到周围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自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，分林引水能够较好地减少黄河嶙峋压力。此外，黄河入沙工程还有助于改善当地气候。当空气中有了更多的水分，气候也会变得更加宜人。同时，当地水资源的利用率也得以提高，动植物的数量和多样性也得到了提升，帮助该区域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。引黄入沙工程的伟大之处便在于实现了沙漠和水资源的巧妙结合，是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探索，由此带来的是当地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益的提升。当地居民有了更多可利用的水资源，使当地的畜牧业再次繁荣，拉动当地牧民们的经济收入，甚至当地有的居民还能养鱼，这在沙漠中无疑是一个奇迹。从黄河抽水滋润沙漠，中国超级工程同时解决西北2大烦恼。自2013年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，累计引水 4.9 亿立方米，创造了近100平方公里的水域。库布齐沙漠深处的各个村落都是引黄入沙项目的受惠者。以巴音温都尔嘎察村为研究对象，这个村落成功地引入了黄河的水资源，从而建立了一个灌溉区域，促进了农业的持续发展。
到2022年底，嘎查的集体经济纯收益已经到56万元，预测今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大约200万元，这无疑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。引黄入沙工程不仅成功地治理了沙漠地区，还极大地激活了土地利用的可能性，这使得曾经被视为荒地的每一寸土地，现在都能展现出其最大的价值，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。引黄入沙工程在最初阶段也引起了很多争议，人们担心这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，又质疑这是否是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想法。而相关人员对于沙漠治理的坚定信心回应了这所有的质疑声。当黄河水涌入沙漠后，带来了奇迹般的变化。这样的奇迹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更多的是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。黄河水引入沙漠，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利用和包容理解。看似两个互相对立的自然景观，当它们结合在一起，却呈现出惊人的奇迹。我们向沙漠给予了水的关怀，得到了沙漠变绿洲的回馈。人类在治理自然环境的过程中，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困境。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进行自然环境的治理，而是需要因地制宜，巧用自然的潜在规律。即使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十分渺小的，也可以通过智慧和勇气创造出奇迹。引黄入沙工程带来的奇迹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鼓舞。这场奇迹更多体现出了人类与自然共舞的奇迹，激励着我们创造出有助于人类生存更好的未来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